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句话里面说一说，美国纸老虎的本质已经显现，盟友还会支持他多久？我们都非常熟悉伟人的一句话：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当然了，美国人是从来都认为自己是真老虎的，在各种各样的官方文件和口头演讲中，美国是山巅之城，美国是光明之塔，美国人是天选之子，是当然的全球领导人。确实，美国有全世界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并且在动用武力的时候是毫不犹豫啊。最近，有一位叫做史蒂芬·布莱恩的西方专家，他在研究了美国当前所面临的全球形势之后，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虽然美国总统拜登领导北约集团集体制裁俄罗斯似乎很有成效，但是这场战争能够爆发本身就证明了拜登政府的软弱无能。换句话说，是个纸老虎。应该说呢，这位史蒂芬·布莱恩对乌克兰的国内政治有着相当独到的观察视角。他认为拜登政府公然把乌克兰的基辅政权打扮成一个自由民主选举的结果，但人人都清楚，正是美国在2014年策动政变，推翻了民选的乌克兰政府。如今的这个乌克兰政权呢，在国内实施残酷的政治镇压，抓了不少的政治犯，接管了全国所有的媒体，彻底掌控了新闻自由。乌克兰还略带讲俄语的族裔，逼着他们离开家园。乌克兰政府最后点燃的那根导火索，不是要加入北约，也不是要谋求核武器，而是关闭了一座有数百年历史的修道院，赶走了里面的东正教僧侣，将民族矛盾彻底的激化。在鼓励乌克兰做了这么多过分的事情之后，拜登政府就很伟大了吗？作者认为恰恰相反。拜登怂恿组织北约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全面的经济封锁和制裁，这迫使俄罗斯将经济完全转向中国和印度。那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加起来接近30亿了，俄罗斯自己还有将近1.5亿人呢。俄罗斯拥有天然气和石油这些原材料、钛等重要的金属矿产，有大量的小麦等粮食可以出口，在火箭和核能等军事技术方面实力雄厚。西方政客们总是嘲笑俄罗斯没有集成电路技术，但中国有啊。尽管美国一直把自己当成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并且非常有信心，但是对于中国以后俄罗斯的接近，拜登政府拿不出任何办法来。事情还没完呢，美国既然破坏世界秩序，那么就需要有人站出来维护世界秩序。中国用和平的方式促成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这既是一个促进世界和平的正面的案例，也可以看作是反对美国霸权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两国恢复外交关系以后呢，沙特承诺停止反对伊朗的政治宣传，帮助伊朗恢复和发展经济。伊朗承诺不再支持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至于伊朗发展核武器的问题，沙特并没有提出更多的关切。两国友好了，伊朗的核武器也不会对准沙特嘛。沙特为什么会选择与伊朗和解？作者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沙特发现美国人已经靠不住了。如果真的发生了针对沙特阿拉伯的战争，美国人肯定溜得比谁都快。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台湾身上。这位作者注意到马英九率团访问大陆的消息。马英九带了这么多人，这样的大张旗鼓，肯定不会就是回去看看老朋友，在走坟前上一炷香嘛。实际上，马英九的这一次访问意义非同一般，因为自从蒋介石逃台以后，在台湾当过最高领导人的人物，还从来没有回过大陆呢。台湾社会普遍担心，一旦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升级，美国人可能根本就不会出手帮助台独分子。美国信誓旦旦地向台湾提供武器装备，包括最新批次的 F-16战斗机，已经拖了好几年没有发货了。总共滞留的军火金额已经达到了140亿美元。拜登政府的借口是新冠疫情造成了生产上的困难。其实美国所希望的是台湾不要再购买这些大型主战装备了，因为搞不好就是给大陆买的。应该多买一些地雷啊、反坦克导弹啊、火箭筒啊这一类的武器弹药，准备给解放军打巷战。那既然如此，台湾社会为什么不考虑离开美国人，自己找一条可行的和平道路呢？好，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